当得知朱雀真灵因亡灵觉醒而重现世间之时，朱雀圣宗高层究竟都是什么反应？书接上回，就在贝罗话音落下的刹那，突然一声怒吼撕裂长空，随着怒吼传出，漩涡之中骤然浮现出无数符文。亡灵目光一凝，在看到那些符文的一瞬间，便倒吸一口凉气。他立刻认出这些竟全是仙夷族眉心所刻的祖符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模糊的女性身影缓缓自漩涡深处升起，面容逐渐清晰，却是一张失去了双眼的脸庞。天韵子神色骤变，这莫非……虚空子瞳孔猛缩，几乎毫不犹豫地催动全身修为，带着身旁的村姑美妇向上急升。是他，一定是他！他竟然被仙体清灵封印在这里！该死的，传闻中他应该早就魂飞魄散才对，仙体清灵竟然没有杀他！正说话间，那女子身影缓缓抬起右手向空中一挥，霎时间一股滔天煞气席卷而出，将整片空间笼罩。林天侯身形一颤，身体不受控制地向下坠去，司徒南亦被卷入其中。亡灵升空的身子猛地一顿，眼中寒光一闪，不假思索地隔空一抓，顿时将司徒南牢牢擒住。他体内元力轰然爆发，形成一道狂暴冲击，直冲上方而去。二人刚刚脱身之际，下方那女子空洞的眼眶中缓缓渗出黑血，融入漩涡，竟化作一片血海，掀起滔天巨浪汹涌而上。与此同时，林天侯因煞气冲击，体内外元力尽断，如断线风筝般坠落。这时悬浮于漩涡上方的天韵子眉头微皱，袍袖一甩，凌空一把将林天侯射起。众人纷纷脱离漩涡，漂浮半空，所有人的目光皆落在那缓缓升腾的女子身上。当她距离众人约有200丈之时，终于停了下来，一个沙哑低沉的声音从她口中悠悠传出：辅佐可还有后人留下？面对这一问，众人沉默良久，最终虚空子神色恭敬，抱拳答道：辅佐还有不少后人遗留下来。女子轻叹一声，她挣扎着从藏仙最深处而来，只为问这一句话，也为了见一个人。她的空洞双目缓缓转向亡灵，把你身影中融入的仙味唤出。亡灵心神一动，塔山自其身后虚影中幻化而出，一步踏前，冷冷注视着那女子。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族人了。女子右手一照，塔山身体不由自主地朝她飞去，下一瞬她掌心一压，一股磅礴之力轰然冲入塔山眉心，势如破竹，将那纤维烙印生生撕裂。这种强行破开纤维封印的手段让亡灵头皮发麻，好在他与纤维之间只是操控关系，即便纤维被毁，他也不会受到牵连。随着烙印破碎，塔山眼中的灵性渐渐暗淡，女子缓缓抬手，指尖划过虚空，一道符文悄然浮现，深深烙印在塔山眉心。以我符族圣祖之名，为你开启祖灵，获得符族圣文。他的声音略显疲惫，而在最后一笔落下之际，塔山眉心符文骤然闪烁幽光。这一刻，他看到了塔山的全部记忆，他看到了塔山一族居住在幽冥兽内，看到了祭祀给仙人的一幕幕，看到了仙人附加在他们身上的奴役，更看到了亡灵的出现与带着他们离开了幽冥，找到了新的居住之处。这一切他都看到了，尤其是看到符族之人世世代代承受的奴役。他仰头发出一声震天怨笑：青莲，你骗我！此时此刻，远在东海妖灵之地之外，穿越天运星界进入联盟星域也无法掌控的燃烧星域，此地名为朱雀之地。这片星域历经万年燃烧，星辰与尘埃尽数消散，唯余9颗星球排列成圆，谓之朱雀圣星。其中第一圣星为首，其正南方矗立着一座高达1000丈的暗红巨像，那是一只展翅欲飞的朱雀。其余8颗圣星上一皆矗立着同样的朱雀圣像，圣像之下数十名赤袍修士盘膝而坐，不断吸收四周火焰之力。朱雀尾部分3系，每系之上各有一名老者掐诀结印吟诵古咒，使每一根羽毛都散发炽热火焰，供下方修士吸纳。这是朱雀圣宗每日例行的修炼仪式，借圣像之力汲取天地火精。远远望去，圣像之下除了这几十名核心弟子外，外围更有数百乃至数千数万名修士环绕吐纳。时间缓缓流逝，朱雀圣像上的火焰逐渐暗淡。正当3名老者准备起身时，一便突起，只见朱雀圣像周身本已熄灭的火焰骤然暴涨，赤红光芒刺破苍穹。不仅如此，其余8颗圣星上的朱雀圣像也几乎在同一时刻爆发出同样的异象。远处东方一名满面皱纹的老者急速飞出，望着天空，眼中竟流下2行泪水。朱雀之变，真的是朱雀之变呐！这一刻，朱雀圣像如同火山喷发，赤焰冲霄，化作一道擎天火柱。紧接着，其余8颗圣星上的火柱亦随之冲天而起。9道火柱汇聚的刹那，一声嘹亮的朱雀青啼响彻整个星域。一只堪比修真星大小的朱雀真灵赫然降临，整个燃烧星域内的火焰如潮水般涌向他。这就是朱雀之变，朱雀圣宗自败于修真联盟以来首次再现的朱雀觉醒。这一刻象征着一位真正的朱雀序列者已然觉醒，唯有如此才能引动朱雀真灵重现世间。9颗朱雀圣星上分别飞出9道紫红色身影，每一位皆为碎孽境强者。当他们接近朱雀真灵之时，真灵身躯旋转，化作一团炽烈火球，火球中浮现出一幅画面，画面中一人长发飞扬，身披朱雀图腾，浑身缭绕烈焰，宛如朱雀化身。他正是亡灵。在其身旁，那双目空洞、泪流黑血的女子身影赫然显现。这女子她是佛祖圣祖秋瑶，虚空子还有天元子也在。朱雀觉醒者竟然是在这等凶险之地，那虚空子身为联盟重要人物，竟然不会允许我朱雀宗有觉醒者呀！只是这个觉醒者，老夫从未见过，他是如何得到的朱雀序列？9人正议论间，忽然一道浩瀚神念自星域深处横扫而来。此人身份不用怀疑。
其朱雀印记是老夫的分身所送，你等请全族之力寻真灵引路，不惜一切代价把他安全带回来。9人闻言齐齐躬身，神色露出狂热的恭敬。遵圣皇之命，老夫时间不多了，当年的伤势越加严重，此次在此刻觉醒，是我朱雀圣宗的希望。你们切记，不惜一切也要保他安全。而此刻在先帝洞府内，亡灵忽觉体内朱雀图腾一阵炽热，他还未来得及探查树道，目光已然投来。虚空子眼神冰冷，杀机隐现。朱雀宗发现了此人觉醒，那伏族圣祖同样察觉到了亡灵身上朱雀图腾方才的一丝变化，但这变化他没有半点理会。他抬起右手，向着下方狠狠的一抓，整个漩涡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迅速缩小，直奔其右手而去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一阵金光出现，蓦然间凝聚在女子身前，化作一个飘忽的人影。此人身子半透明，但却可见是一个中年男子。他身影幻化而出的瞬间，一股天地之间唯我独尊的气息冲天而起。在看到此人的刹那，亡灵立刻倒吸口气，他一眼就认出此人正是与花飞大殿他看到的青灵雕像一模一样。青林，这不是真正的青林，是他当年留在藏仙池内封印伏族圣祖的禁制分身，没有神智，没有记忆，更没有本体的神通。他唯一拥有的本能就是阻止伏族圣祖秋瑶脱困。虚空子也是心神一震，修为到了他这种程度，已经可以略微改变所在之处的规则，但眼下他看到这身影的瞬间，却仿若回到了自己上世凡人时那种弱小的，似乎一口气就可以灭亡。青灵禁制分神现身后，抬起右手向前一指，那已然被女子拽出一些的藏仙漩涡顿时挣脱，在惊天动地之声回荡下旋转起来，一股比之刚才还要强大无数倍的吸力刹那间出现。但奇异的是，这吸力只对那女子起效，对于亡灵等人来说则没有半点效果。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青灵，你答应过我不会伤害我的族人，你答应过我会离开你一处星域，作为我族人的居住地，这些都是你当年答应我的。女子的声音带着一股浓浓的穿透之力，此刻传出之际，形成了一连串音爆，直奔青灵。青灵抬起手向前一指，这一指之下，那呼啸而来的音浪立刻一顿。是定身术。亡灵双目有着一丝激动涌现，定身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神通仙主，只是他所学定身术只是从先帝青灵当年留下的御简自学，但眼下这是他第一次看到定身术从别人手中施展，且这个施展定身术之人正是青灵，这不亚于是言传身教一般。只是眼下并非是详细琢磨的时机。只见青灵定住了阴之风暴后，迅速掐诀，9个印诀符文瞬间就弥漫在了那女子身边。在这一瞬间，下方的藏仙漩涡轰然爆发，无尽的魂魄咆哮而出，这些魂魄相互凝聚，竟然化作一条条黑色的锁链，立刻就把那女子全身锁住，向着下方漩涡狠狠地拽动。那女子惨笑起来，我的一生最恨之人就是你，青灵。当年我伏族冒犯长尊，不得不逃入长尊无法操控的封禁，本想在这里躲避纷争，与你仙界之战，也是你仙界看着我伏族的本源之力出手在先，更是为了抢夺我族至宝圣品，杀了伏族无数强者。若仅仅如此也就罢了，可你身为先帝，为何要欺骗我一个女子脆弱的心灵？你说过我将是你的福分，为了你，我背叛了族谱，甘心成为你的妃子，只想换取伏族在这封建内有一处栖息之地。若非今日我感受到有族人接近，不惜一切代价出现见一见族人，我永远都不会知道，原来我伏族根本没有遗迹，原来我伏族在我被封印之后，成了你仙界之人的奴仆，世世代代膜拜你仙人。女子凄厉的声音回荡，带着惨笑，她的身子缓缓被拽入藏仙漩涡。突然，她猛地抬头，抬起右手抓着眉心的符文狠狠地一拽，然后向上一抛，以闪电般的速度落在了塔山眉心。抛出了符文后，这女子变得极为虚弱，清气流转的双目看向亡灵，喃喃道：你帮助过伏族，对伏族有恩者，我秋瑶不会忘记。他双手抬起，向着自己双目狠狠的一刺，身子剧烈的颤抖下，其双目内代替双眼出现的2团青光被抽出，向着亡灵一甩。我伏族除了本命符文，还有枯符之术，这便是制作枯符的方法。以你对我伏族的照顾，可以让我伏族后人为你添入符文之力。亡灵接过青光团，耳边立刻就传来那女子的神念，以他的心智自然明白那名为秋瑶的女子赠送此物的意义所在。按其所说，那所谓的枯符之术需要伏族之力，以此作为一道无形的锁链，把亡灵与伏族连在一起。就在这时，一声怨毒的话语从秋瑶口中传出：青灵，即便我死，也不会放过你，就让我们同归于尽。随着秋瑶的话语回荡，整个藏仙池轰然崩溃，无数魂魄被生生撕裂，化作一丝毁灭性的力量融入漩涡内。几乎瞬间，那漩涡产生了惊人的变化，竟然从深坑内骤然上升，化作了一道直奔九霄的巨大旋风。这旋风内蕴含的力量可以粉碎一切生灵，横扫之下，包括亡灵在内的众人身子仿若被一股大力推动，向着四面八方轰隆之下被送出。即便是虚空子也在这冲击下有了伤患，身子一头碰到了前方一处仙府禁制之上，身影消失。天运子不断的退后中，消失在了远处一座阁楼外的禁制内。众人几乎全部都是在退后
破中消散。亡灵与司徒南同样在这冲击下被逼散开，但就在亡灵身子将要消散的刹那，突然从那崩溃的藏仙池所化漩涡中，一道金光以极快的速度来临。